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我是董金桥，在这里向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问候，大家好，大家平安。对于我们的节目呢，有任何的想法、鞭策或是问题都欢迎大家踊跃的留言，然后订阅我们的频道。马上介绍这集的3位来宾，第一位是前资深外交官介文吉金桥好，各位朋友大家好。第二位时事评论员王尚志，金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彭华干，金桥好，大家好。好，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就是要来聚焦昨天最热的一件消息，就是呢，美中2位领导人呢，他们又通话了。这次是透过线上的通话，也是继2人在之前韩国的 APEC 峰会见面之后呢，这次是由中方习近平主席主动来跟美方联络的一场契机哦。那双方讨论了包括像是俄乌战争啦、芬太尼毒品的问题啦、黄豆啦，以及其他的农产品等议题。特别的是，新华社做出了一个报道，指出呢，在这次通话中，习主席特别强调了台湾回归是战后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组成哦。那美方也是表达理解台湾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但是没有进一步的去展开。那通话后呢，川普就说明年4月他将会访问北京。那同时他也邀请习近平主席在明年的稍晚呢，也去到美国看可不可以做个访问。所以双方是展开了一个良性的互动。那老实讲呢，美中间的关系因为受到整个贸易战框架的影响下，其实是非常的恶劣、非常糟糕的，一直到下半年开始才有所好转。那这一次由中方主动来联络美方，其实还蛮少见的。而且北京主动出击的背后，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有点耐人寻味。我们先请教介大使，你嗅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政治算计？对，因为这个就跟德国之音的报道，他说这个中国大陆的领导人直接打电话给美国领导人，就是用4个字叫极为罕见。极为罕见。上一次是好像9·11事变的时候，江泽民打过电话。这个中间你看多少年了啊？那可见这个应该就我们的这个嗅觉来讲，应该是知识体大。知识体大。当然就是说，大陆发表的这个事后的新闻稿谈了很多点，对不对？第一个就是双方这个有一个共识，上一次的见面达到的共识很具体，然后呢又谈到了怎么样还要继续交往下去的一些原则。那其中特别提到，就习近平主席对川普总统特别说，台湾的回归是2次大战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那直接跟美国谈台湾的问题，那而且中国大陆还特别写在这个新闻稿里面，是这里面就很有注意的地方注意的地方。那事实上的话，像德国之音他下的标题就是说这个事实上感觉是中国跟希望美国介入之间，中日目前的这个他用僵局，对，那可能是有这个作为，还是说呢？如果你要有推测的话，是不是中国大陆要对日本做出下一段的举动是什么？先跟美国打招呼，或者说呢，中国大陆希望川普总统出面跟这个美国的跟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做一个沟通，还是带有一个立场的沟通？那或者就是说，第3个就是请美国的总统，在接下来可能请美国的川普总统来做目前中日僵局的一个调解人，就你要给他一个目标对，那是不是如此？看不出来，因为川普立刻也在他的这个Truth Social 里面发了一篇文章，讲了很多，他就说我的好朋友我们打电话怎么样？这个大豆什么这些东西都是运转顺利那么可见双方的关系现在很好。那么我已经决定4月，习近平主席再次邀请我4月去北京访问。那么我也同样，我为了这个等于说怎么讲呢？回馈就是说，那么我也这个邀请习近平主席在今年的适当时期到美国来访问，进行国事访问。那他没有提这个日本的事情，可是呢，很奇怪的这个电话打完没多久，川普主动打电话找高市早苗。对，这个就变成就是说，川普虽然没有提台湾问题，只有大陆讲台湾问题，那川普为什么会这个电话挂了以后，几乎是他那边应该是很晚因为他说是25号早上，而这个电话已经打了。你知道美国跟尤其华府跟我们这个东京或者这个北京时间
是黑白颠倒的，对差12个小时啊。那他可能就连夜就打了这个电话啊，可见他做事这个企业出身啊，是好见机理智，风风火火的。结果呢，那这个电话目前美方保持缄默，对，没声音。可是高市早苗说了，他说川普主动打给他，是对不对？然后他说，川普还告诉我，我们是很好亲密的朋友，你以后随时可以打电话给我。那么好，那可是呢？对于里面谈了是不是谈了这个什么具体的问题啊，或者说有没有谈台湾问题？高市早苗说细节不便透露，就这样子。所以不管怎么样，习近平打完电话给川普，川普立刻打电话给高市早苗，那可见重点就是在中国大陆跟日本的关系。是，所以我觉得很快，因为这个电话的话，川普会打的话。不会只寒暄呐，这就是一定有什么样的立场，是或者有一种或者传话都不知道，那就看着现在这个啊，要不然我们就看川普是不是有时间发一个这个 True Social 的贴文，看他怎么讲。另外一个就看高市早苗日本这边的会不会有什么具体的回应动作。是，没错。前段时间这个 APEC 峰会举行的时候，之前川普总统才陆续去访问了日本啊。还有韩国等等，结果双方呢在上面还有互动，然后包含这个川习会在韩国的见面，结果才过了一段时间，双方现在又主动，应该说三方又主动打电话，中国主动打给美国，美国再主动打给日本，那我们就可以发现了什么事情，就是前段时间高市首相的台湾有事论哦。引发了这件很多的风波，才会产生三方的领袖这么密集的又联系。虽然三位大人物讲了什么，我们电话那头是无法得知啊，因为不会通灵术。但是上次哥，你觉得这一次这样子三角关系连来连去，我主动打给你，再主动打给他，不管他们谈了什么，川普对高市的态度，应该说台湾有事这个发言，你觉得是褒还是贬？现在我们看，主要我们来细来算一下时间因为这2通电话都是太罕见了，非常非常罕见，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的时间序。首先呢，我们已经确定习近平是在11月24号的深夜，非常深夜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习近平一打完电话，在新华社马上就发布了这个部分的消息。最早美国还没有新华社发布，所以呢之后我们再看，在接下来的部分是川普打给这个高市早苗是什么呢？它是富士新闻网的一个独家消息。富士新闻网独家消息大概约莫6、7个小时之后的，也就是我们今天录影时间的今天清晨。那有这个消息之后呢，然后呢，所以日本的媒体都蜂拥的去问高市早苗。那高市早苗大概是今天早上。在台北时间的10点、11点的时候是接受访问讲这个话，所以我们推断的部分是习近平打给川普的部分是在24号的深夜，已经接近晚上12点，所以作为美国当然是在白天上班的时间上午，所以川普应该说在6个小时，甚至如果估算了粗一点，10个小时之内就打了。这个部分其实你看，无论大家现在都避开，那但是我们看在北京的官媒有具体的提到。习近平就是谈台湾问题，然后呢，在其他的美国后来的官媒里头，媒体有报道说，川普有回应，叫做理解台湾问题对中国大陆的这个重要性。也就是说，他虽然没有附和习近平在台湾回归中国在历史上的这样子的语调，但是呢，我们看到川普并没有挺台湾他基本上是比较柔和的。回应的这个习近平，但是他的动作是风风火火，直接打给高市早苗。我想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目前我们在看的仿佛都觉得现在是中日在对抗，而且在每天外交的堆叠，包括经贸的制裁，终于王牌出现了，最后的大老二打出来了，就是习近平谈。他虽然没有直接谈日本，没有直接点名高市早苗，但是把台湾问题点出来了，而且是在中美当中这个框架。我们要看是这样，通常来讲，中美之间有非常大的问题，全北京都会看一个叫北平风的一个中共大陆官媒的评价，所以马上其实就有这个评价，他写的叫做关键时刻一通电话，里头就具体指出。在习近平的这通电话是干嘛呢？他提到的不是对日本，而是主要是台湾问题。他提到整件事情，中日我们现在看是中日在搏斗，但不是。
他强调的中国在强调就是台湾问题。不是高市早苗要惩罚你，高市早苗你是个坏蛋，不是，是台湾问题是不可逾越、不可以试探的红线。也就我们回过头来，其实没有改变。习近平在2023年当时到旧金山，对当时的拜登亲口就讲了，中美关系、台湾问题是中美的最敏感、最首要、最关键，而且后来再补充说是红线跟底线。这个态度是延续到整个2024年中美关系的调性，所以在川普上任之后呢，还没有机会重复有关于中美关系对台湾问题的定调。我们看到这一次，其实习近平不只是把这个调性重新指出了，这是中美关系，而且还谈到了历史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现在是最重要的，就是说，川普，我想他们也不是笨蛋，当然知道习近平的部分的潜台词用意，所以呢就立刻打了电话。当然这里头真的是要高市早苗要收回吗？对，要道歉吗？我认为不认为。我认为我们可以看到最新、最后、最 latest 的北京方面的要求是，北京方面要求日本。要针对于日本所说的，日本政府都是一贯立场。好，北京说，那你的一贯立场是什么？你再说清楚，不要含含糊糊。我认为现在北京先前希望高市早苗道歉啊、收回啊等等，但现在最近的状况是，你要重新说日本政府的一贯立场。所以我认为高市早苗有可能会针对于所谓的一贯立场，包括一中政策跟中日关系，如果高市早苗这样回应了，对，定义了。台湾问题，日本不会介入，不会碰，会跟美国一样站在这种对于一中立场当中的这个清晰度的时候，可能中日这个冲突会有一点点各自退一步转换的空间。了解，好，所以尚志哥认为，接下来高市首相的态度就很关键了，看他这2天会不会再有一些格外的补充跟跟进。我们再看到同样是一个专家的视角，是来自华府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印太计划主任。这位对台海局势也非常了解的专家葛莱伊，他也分析说，川习这次通话呢，是正值美国针对结束俄乌战争提出这个28点和平计划，很快就做出了一个通话。那川普很可能为了寻求战争结束也透过习主席打给来的电话呢，顺便来问一下，有没有办法来一起帮助这个劝和俄罗斯劝和普丁毕竟这个中俄关系如此之好，这一起来劝效果更好。那《纽约时报》也分析作为互惠，那习近平当然也可能提出，我可以帮你劝俄罗斯，当然你美方当然也要跟我做出保证，在台湾问题上你的态度是什么，或者是我们在关税贸易上你是不是能做一些让步呢？等等的。所以这28点和平计划一经公布之后，我们虽然看主要的4大势力，包含乌克兰、包含俄罗斯、包含美国、包含欧盟，都在针对这个28点在做一些删删减减、改变，改到19点等等，我们节目也会讨论。但是中国看起来是个局外人，但特别是能够透过这份计划的表态，跟美国这边来换取一些利益的机会。干哥你怎么分析？葛莱伊讲的没有错，其实你看俄乌的问题，你认为说中国是完全使不上力吗？不，中国其实对乌克兰跟俄罗斯都有相当的影响力，一定是的。所以在这28点的和平计划里面，你仔细看其实老实讲一句，乌克兰是不高兴的。为什么？那根本就没有达到他们的要求嘛。对，领土的要求拿不回来。其实美国你的这28点计划，老实讲一句，是有一点软性的要求，乌克兰要接受，包括你进不了北约，讲清楚了。然后我们北约的军队不会住在乌克兰，那只会就派战机住在最近的波兰然后所以说你现在的这个兵力还必须限制在多少？限制在60万人左右。像这些对乌克兰都不是好消息。那乌克兰必须要接受等一下我们会讨论。在这种情况底下，这28点要求，其实你要让这个美国来说服乌克兰不够，还需要中国来帮忙。因为中国其实蓄势待发，我们早就说过了，乌克兰未来的重建，中国早就已经准备好要怎么帮忙。在各种方面帮忙，实质的协助、贷款协助，真正派专家去协助他的重建。所以大家要看远，看得深一点，就是说，习近平在这方面是有谈话权的。那今天为什么川普希望在达成这临门一脚而不要功亏一篑的和平计划，能够让
俄乌双方都能够签署。所以说一句实在话，习近平他是会有很大的作用跟影响力。但为什么这个时候变成习近平他反而是跟川普的电话热线之中，他要求对于这件事情，刚上次讲的没有错。其实老实讲一句，台湾问题就是底线，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川普先生，请你支持我这一点，我没有要惩罚高市早苗，但是你一定要让他知道这件事情没有讨论的余地。我作为中国国家主席10多年了，如果今天台湾问题我还守不住底线的话，那我没有办法面对我的国人、我的民族。所以我相信习近平他一定有讲这些话，所以这件事情在外交上面会掀起多大的波澜，你自己心里应该很清楚。川普，我跟你讲，越来越会怎么样？对于两岸问题变得保守，越来越不敢承诺，因为他现在表面上只会讲他们之间的中美贸易的那些问题，他绝对不会谈到台湾问题。而且中国也讲了一句话，在他的任内，我们绝对不会做出对台湾不利的事情。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所谓的2007是不是不再存在？我觉得这些都很值得我们继续观察。是，好，待会回来呢，我们会更加聚焦在我们刚刚谈到，因为一通电话要把台湾有事论呢端上台桌来讨论，更加聚焦在东北亚乃至海峡两岸任何的风吹草动。我们待会回来有更深入的讨论。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